告訴我你有多依賴 AI。查資料、做攻略，甚至買什麼東西，是不是都得先問一句 AI？ 但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最信任的智能助手從一開始推薦給你的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呢？這不是科幻。今年的中國央視315晚會上，這種现象被推到了台前。AI 投毒。晚會上，一個實驗令人背後發涼。調查人員憑空虛構了一款智能手環，利用一款名為力勤 GEO 優化系統的軟件，批量生成了大量的虛假測評和軟文，並鋪滿網絡。隨後，當他們向多個主流 AI 大模型提問推薦智能手環時，這個根本不存在的產品竟然被多次推薦且排名靠前。實驗殘酷地證明 AI 大模型會基於虛假的信息生成答案或推薦。AI 用於生成答案的信息庫可能早已被人投毒污染。我們不得不問 AI 還值得信任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起點， AI 到底是怎麼給你答案的？簡單說，分3步：理解問題、搜索信息、組織答案。我們可以把 AI 想象成你新來的實習助理小 A， 你讓小 A 推薦能測血氧的智能手環，小 A 理解了你的需求後，立刻打開搜索引擎，海量信息撲面而来，產品廣告、用戶測評、科技新聞。小 A 的任務就是快速閱讀、整理、總結成一份報告給你。他非常勤奮，每秒能處理億萬數據。但問題在於，小 A 有個致命的弱點，他太單純了。他擅長從現有信息中尋找答案，但鑑別信息真偽的能力非常有限。他把網上看到的一切都默認為可參考的事實。而你大概率也不會去核對小 A 看過的每一份原始資料，這份信任就成了漏洞。當大家習慣直接看 AI 的總結，而不再利用搜索點擊一個一個網站鏈接時，一場圍繞 AI 的流量戰爭已經悄然開始。一種叫做 GEO 及生成式引擎優化的新業務應運而生，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AI 時代的搜索引擎優化。GEO 並不直接修改 AI 系統，而是通过操縱信息環境，間接影響 AI 生成的回答。比如在媒體、論壇或知識平台反覆提及某個品牌，以及針對用戶常見的提問，批量生產與某品牌相關的答案型內容。當 AI 整合信息時，如果這些內容數量多、結構清晰，就可能被模型引用或總結，從而影響最終的回答。顯而易見， GEO 的目標很簡單，讓標的信息被 AI 採納並推薦。這件事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讓我們繼續小 A 的故事。現在市面上有3款同類的智能手環產品 X、Y、Z。產品 X 的銷售代表規規矩矩地向小 A 提供詳細真實的產品數據和技術報告，這是白帽 GEO， 靠優質內容公平競爭。但產品 Y 的銷售走了邪路，他偽造數據，炮製了上百篇吹捧產品 Y 的水文，同時編造了大量抹黑產品 X 的差評，一起塞進了互聯網的數據庫。這就是黑帽 GEO， 也就是 AI 投毒。而產品 Z， 產品性價更好，卻沒有派出銷售代表，近乎隱形。小 A 只收到了少量的產品 Z 的信息，於是就把它排除了。結果可想而知，勤奮又單純的小 A 根據被投毒污染的信息庫，交出了一份曲解事實的報告。而你根據這份報告，在 X 和 Y 之間猶豫，最終選擇了看上去最好的，但其實最差的產品 Y。你的選擇從一開始就被操控。買到了糟糕的產品 Y， 你會怪罪勤奮的 AI 助理小 A 嗎？直接作惡的當然是投毒者產品 Y 的銷售代表黑帽 GEO。但小 A 缺乏信息鑑別的能力，也是不可忽視的系統性弱點。可你會因此開除小 A 嗎？大概率也不會，因為他處理信息的效率無人能及。沒有他，你面對的是互聯網上數以萬計的信息碎片。你確定自己會比小 A 做得更好嗎？目前 AI 自身的信息過濾機制還遠遠不夠成熟，但問題的核心是在 AI 這個強大但不成熟的工具背後，永不停息的人性博弈。通過 GEO 給 AI 投毒已經成為了一條產業鏈，它的危害不僅僅是讓用戶買到了錯誤的產品，而是污染了整個信息池，增加了信息篩選的成本，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315的曝光會使平台和監管出手，加強對 GEO， 特別是黑帽 GEO 的監管力度。但可以預見，投毒的方式也會升級，會變得更加隱蔽，更有欺騙性。作為用戶，我們需要做的是時刻提高警惕。
通過驗證信息來源，對比不同的搜索引擎和 AI 模型的結論，再加入常識和邏輯進行判斷，來求證信息的真偽。特別是醫療、法律、投資等專業領域，決策必須依靠專業的資料或者專家意見。AI 是起點，不是終點，不要輕易把 AI 的回答當作最終事實。AI 時代，信息的獲取空前便捷，但同時也對我們的鑑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永遠在进步，而利用新技術制造認知陷阱的嘗試也永遠不會停止。保持時代的連接，保持獨立和清醒，善用工具，也保持警惕。在這個 AI 即將深度融入的世界，永遠不要放棄自己的判斷。讓觀察帶電，讓觀點發光。這裡是雷霆 Lab，感謝你的收看，那我們下次再見。